乌军无人机袭击萨拉托夫俄空军基地，引发30多起爆炸。朝鲜士兵走投无路，强占库尔斯克居民房屋。库皮扬斯克乌俄两军开始互攻后勤目标。乌军12旅突袭纽约村俄阵地，猛攻俄控制区。乌军精准摧毁俄罗斯第8集团军在乌东前线的指挥部。乌军发射导弹袭击比尔江斯克港俄军储油罐，并摧毁赫尔松俄军据点。拜登卸任前再援乌5亿美元装备，并增加对俄的制裁措施。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总参谋部报告称，1月8日凌晨，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和无人机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附近的俄罗斯国有克里斯塔尔石油储存设施。在此次袭击中，乌军向恩格斯2空军基地发射大量无人机，并与俄防空系统展开了激烈交火。现场画面显示，俄军基地燃起大火，有消息称是基地内一个航空燃料库被点燃，大火一直燃烧到了次日早上。当地目击者也表示，昨夜听到了不下30起爆炸。只不过，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虽然承认了遇袭一事，但他声称俄军防空部队击落了全部的11架无人机，大火是这些无人机碎片造成的。同时，他还强调，消防人员已经展开了紧急救援，情况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这样的说辞已经成为俄罗斯官方的传统。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尚未发布正式的战场报告，不过具体损失有待后续进一步披露。不过，克里斯塔尔石油储存设施一直在为恩格斯2空军基地提供燃料。如今遇袭必然对驻扎在该机场的图95带来后勤问题。前线方向，朝鲜士兵强占居民房屋，乌导弹袭击赫尔松俄军据点。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巩固了阿尔柏高速公路沿线的战果，并在占领波格列布基一带后建立起了新据点。目前乌军正在依托防御工事与俄军第34摩托化步枪旅交战，同时乌军的推进还在持续。乌方消息称，乌军第22机械化旅在新索罗奇纳的西南部2公里处对俄军第155海军陆战旅阵地发起猛攻，其利用无人机探测、火炮压制的手段不断逼近俄军防御阵地。俄军方面也组织发起了新反击，其派遣装甲纵队准备突破乌军在马赫诺夫卡的阵地，但被乌军第61旅击退而遭受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民间军事情报组织发布短片显示，朝鲜士兵在马赫诺夫卡地区为了躲避乌军无人机的追踪打击，开始强占当地居民的房屋，并将居民赶出屋外。乌克兰战场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在沃夫昌斯克连续击退4次俄军进攻，清除俄军士兵63人，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以及击落33架无人机等装备。库皮扬斯克方向，截至1月8日晚10点，乌俄两军发生了12次冲突，虽然乌军击退了其中10次，但还有2场仍在继续。目前战线暂无明显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利曼西北方向的战斗中，乌军第63旅在炮兵的加持下打退了俄军机械化工事，并击毁了5辆俄军装甲车。同时，乌俄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后勤设施。乌军瞄准俄军前线弹药库展开导弹空袭，俄军则利用无人机空袭了库皮扬斯克附近的一个过河口，并开始拦截德沃里奇纳附近的乌军陆地交通线。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1月8日，一名乌军指挥官称，俄军为了小型步兵突击队进展顺利，正利用制导滑翔炸弹打击西维尔斯克及附近地区的街道建筑，同时利用装甲车将俄步兵运送到前线阵地，对比洛格里夫卡乌军进行了2次突袭，但均被击退。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第24旅在市中心的蒂涅博罗夫斯卡街和科瓦列夫斯科霍街交叉口以及耐火材料厂附近击退俄军第217空降团、第331空降团以及第200摩托化步枪旅的机械化工事，并摧毁了2辆俄军 BMD4、2辆 BMP2 以及2辆 T80 坦克。俄军再次进攻失败。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旅在无人机部队支援下偷袭了纽约镇的俄军阵地，正猛攻俄军的控制区，现在战况还不明朗。在北部达奇内方向，有迹象表明俄军正在托列茨克市北部和西北部集中力量，试图沿着铁路线向季利夫卡推进，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红军村方向，俄军昨天发起了27次攻势，主要集中在西南科特林一带、南部舍夫琴科、达琴斯克一带，以及东部沃兹德维任卡和伊丽莎白港一带。截至8日晚上10点，仍有4起战斗在继续。人员损伤上，俄军伤亡312人，其中154人阵亡。乌军摧毁了1辆装甲车、8套汽车设备以及4个无人机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村东部，一位匿名的乌军参谋中士称，俄军最近加强了尼古拉耶夫方向的进攻行动，
且正在使用民用车辆将库拉霍沃的俄军步兵转移到该地区。与此同时，在红军村南部，乌克兰观察员马绍维茨称，俄军指挥部最近虽然以第90坦克师为先锋，并将第55、35、137和74摩托化步枪旅全部调到红军村南部推进，但推进速度相对缓慢。很多俄罗斯军事博主将俄军在该方向的进展描述为爬行。此外，乌军无人机还深入俄控制区，摧毁了俄军第8联合武装集团军在哈尔奇斯克的指挥部。乌总参谋部声称，该指挥部是俄军用来协调在库拉霍沃行动的。不过，库拉霍沃乌军的压力依旧不小，俄军还在持续增兵，双方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接下来局势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扎波罗热方向，俄军每天都会进行数次步兵突击，试图找出乌克兰防线的弱点。同时，俄国防部声称，俄军预备役的库班分队正在扎波罗热后方地区进行军事训练，为之后随时发生的战斗做准备。此外，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负责人叶夫根尼·巴列茨基发布消息称，1月8日，乌军发射导弹袭击了别尔江斯克港内的储油罐。巴列茨基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港口仍正常运行。乌军目前对此暂无回应。赫尔松方向，乌军发射海马斯火箭弹和 ATACMS 导弹，向俄控区的俄军设备和人员实施了毁灭性打击。俄军多套防空系统、装甲车辆被摧毁，详细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最近乌军已经连续数日袭击赫尔松俄军，不仅用战机摧毁俄军前线指挥部，更是创造了24小时摧毁5套俄军防空系统的记录。悄然间，乌俄双方在赫尔松的攻守态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虽然乌俄双方在赫尔松的战况仍呈焦灼状态，但乌军反击的趋势却已显而易见。即便俄军集结大规模兵力，也始终没法突破乌军在赫尔松右岸的防线。另外，据乌克兰总理斯米哈尔表示，乌克兰贸易额已恢复到战前水平，2024年出口了近 1.3 亿吨货物，总价值超过410亿美元。这意味着俄罗斯对黑海的封锁已经完全失败。1月8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660人。按照这个趋势，2025年这第1个月，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俄军伤亡连续增长的第7个月。据英国国防部援引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战报报道称，2024年12月是俄军开战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月份，总伤亡为48670人，同时也是俄军伤亡总数连续增长的第6个月。英国之音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1月9日在德国召开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将确定在2027年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和加强国防能力的战略。其中，美国将从自己的现有武库中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的武器和设备，这将是拜登总统卸任前最后一批军援。五角大楼称，尽管之前承诺用完剩余的 PDA 资金，但目前仍有大约38亿美元未使用，这些资金将留给即将上任的政府使用。此外，在乌克兰未来国防能力建设方面，初步信息显示，美国准备在2027年以前为基辅建立一支可靠的威慑力量，以保证日后的安全。如果该计划最终落地，无疑将是长期的支持，这应该会被视为俄乌和谈的一部分。在制裁上，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计划在卸任前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首当其冲的是石油领域。消息人士称，拜登政府正计划对那些运载高出每桶60美元价格的俄罗斯油轮进行更严厉的打击，从而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挪威政府发布声明称，将在今年优先向乌克兰拨款 1.64 亿挪威克朗来支持乌克兰的排雷工作。在如今的苏梅州，挪威援助组织和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已建立了一个爆炸物探测犬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基地，来确保所需的地雷探测犬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排雷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挪威于去年11月下旬表示，今年对乌克兰的援助将增加到350亿挪威克朗，且在去年12月已决定拨款27亿挪威克朗来加强乌克兰的海军防御。据 ASTRA 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来源称，有2枚 FAB 炸弹从俄军战机上掉落，一枚落在了距离比尔格罗德30公里的塞雷蒂诺村居民住宅150米处，另一枚落在了距比尔格罗德20公里的普什卡诺耶和布里日内之间的一片田地里。报道称没有造成损失和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俄军战机技术故障导致，还是俄军飞行员手抖误投。但据 ASTRA 媒体记录，2024年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占领区，俄军发生了167起 FAB 炸弹坠落事件。如2024年2月8日，乌军在比尔格罗德索洛蒂上空误投 FAB 250炸弹，导致150名居民紧急疏散。又或是2024年5月4日，俄军依旧在比尔格罗德上空误投了一枚重达500公斤的 FAB 500型炸弹，
造成30栋房屋遭受破坏，10辆汽车损毁，并有5名民众受伤。据《经济学人》报道，芬兰扣押了从圣彼得堡出发的鹰 S 号邮轮，原因是其涉嫌故意拉锚，破坏波罗的海海底设施。与此同时，瑞典海军也将鹰 S 号邮轮的船锚打捞出水，而且经调查发现，该邮轮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因此，一旦确定了该邮轮的破坏证据，那么俄罗斯影子舰队在波罗的海的活动大概率会受到限制。在此之前，北约对俄罗斯船只通过拥有重要设施的海域仅监视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现在，北约即将派出10艘军舰来保护波罗的海关键基础设施，相关行动至少会持续到今年4月。除保护相关海域重要设施外，北约还增强了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打击力度，主要打击措施分为多个方面，其一就是上述所说的限制俄罗斯影子舰队通过波罗的海。事实上，在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后，如果北约愿意，完全可以切断俄罗斯通过波罗的海的石油出口，不管是正常油轮还是影子舰队的油轮。且目前芬兰和爱沙尼亚2国海军已封锁了从圣彼得堡到波罗的海的防线，任何与俄罗斯有关的天然气和化学品运输船均被拦截，并集中到塔林和赫尔辛基之间的某处海域，检查是否有违反制裁的行为。其二是乌克兰的持续打击。此前，乌克兰方面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大型商业港口乌斯季卢加，该码头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主要物流枢纽。通过该港口，俄罗斯借助影子舰队对外销售石油和天然气，但是在乌克兰的打击下，相关的交易量已明显下降。其三是美国计划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重点打击俄罗斯的石油收入，主要涉及到2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相关的石油交易商、保险公司以及100多艘油轮。对于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乌克兰自然是喜闻乐见。该国军情总局此前已确认，俄罗斯共计投入约100亿美元，组建了238艘油轮，成为影子舰队。但这些油轮极为老旧，再加上维护不善，且缺乏适当的保险，很容易出事，并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最近发生在黑海的俄罗斯油轮沉没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次是欧美制裁的延伸。从目前局势来看，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已愈发明显，而俄罗斯试图钻制裁漏洞的想法也越来越不现实。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一艘先锋号油轮自去年8月初就离开了俄罗斯，但跨越了半个地球，仍未找到新客户。事实上，很多俄罗斯石油的大客户，诸如印度等国，也在纷纷采取行动，不再购买俄罗斯石油，甚至不再允许任何运载俄罗斯石油以其制品的油轮入港，以避免美国的2级制裁。综合多种因素 ，CMACS 分析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因乌俄战争而终结。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塞尔维亚总参谋长米兰莫伊西洛维奇表示，该国已终止了多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合同。据他介绍，该国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且早在去年8月，塞尔维亚就决定放弃采购俄罗斯战机，转而向法国购买了12架阵风战机，并计划使其取代现役的米格29机队。这次交易意味着塞尔维亚空军将迎来重大重组，包括基础设施与现有军备。后续还需要对飞行员进行培训，这也代表着在这批阵风战机服役后，塞尔维亚将不再依赖俄制战机。再结合此次终止采购俄罗斯武器合同，塞尔维亚似乎正在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性。另据彭博社报道，除塞尔维亚外，印度此前也是俄罗斯军备的主要客户，但该国近些年也在拒绝从俄罗斯采购新武器，例如俄印2国联合开发的直升机和战斗机项目，目前已被印度推迟；租用俄罗斯核潜艇来训练印度船员的提议也被印度拒绝。此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在2009年至2013年间，印度进口的武器中有76%都来自俄罗斯，但在2019至2023年，俄罗斯武器在印度进口武器中的占比已下跌到36%，而且与之前相比，2019至2023年间，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的武器出口量也暴跌了53%，致使俄罗斯在世界武器供应商名单中的份额从第2位下降到第3位。第1名仍然是美国，其出口增长了17%，在世界武器市场的份额达到了42%。法国则上升到第2，5年内武器出口量增长了47%。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的负责人谢尔盖·切梅佐夫公开承认，由于乌俄战争的关系，绝大多数向国外供应俄罗斯武器的合同都被暂时中断了。
但是在过去1年内中断的合同金额可能就达到5至100亿美元，因此从目前来看，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国家与俄罗斯中断武器交易，这样一来，俄罗斯所能获得的经济来源可能又要大幅缩水了。美国总统拜登1月8日宣布，将加州因山火定为重大灾难，并进入紧急状态。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表示，加州山火于1月7日上午10点30分在洛杉矶和太平洋帕里塞德地区开始，其中最大的3起分别是帕里塞德山火，发生在圣莫尼卡和马里布海滩小镇之间；第2起伊顿大火发生在内陆约50公里的阿尔塔迪纳和帕萨迪纳附近；第3起赫斯特大火发生在洛杉矶西北部圣费尔南多谷的希尔马，并烧毁差不多110平方公里土地。截至1月8日下午1点，加州山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超过10万人被迫逃离以寻求安全。而投入的灭火资源，据加州州长办公室发布的清单显示：1. 投入超过7500名人员参加了灭火工作；2. 部署了1162辆消防车、31架直升机，以及6架运水飞机和53台机械推土机。此外，还有23辆水车支援车在工作，以保证消防车和消防员的供应。受加州山火影响，美国白宫发言人8日晚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取消了原定9日至12日访问意大利的行程。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控制南加州野火，并帮助灾后重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彼得指责乌克兰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的行为，致使欧盟天然气价格飙升20%。同时，他将与斯洛伐克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尤拉伊·布拉纳尔会面，具体分析俄罗斯天然气暂停过境乌克兰后的情况。实际上，目前匈牙利的天然气来源已多样化，这也就意味着关闭乌克兰天然气管道对其影响并不大，但其仍反对此项措施。而且根据欧盟委员会记录，欧盟的天然气价格并未大幅上涨。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已驳斥了匈牙利的上述说法，并发布声明强调，俄罗斯近年来已逐步将能源武器化，这才是欧洲能源市场问题的唯一原因。作为应对措施，目前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政府已成功合作，所有欧洲国家都从美国和中东获得了替代能源供应，以支持各国的正常需求。不仅实现了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还增强了能源独立性。此外，乌克兰外交部还表示，如果匈牙利方面优先考虑加强俄罗斯，而不是欧盟和美国，那么乌克兰将准备填补欧盟和北约的任何空缺。据亚美尼亚新闻报道，亚美尼亚政府于1月9日批准了关于启动该国加入欧盟程序的法律草案。亚美尼亚议会将于本月底开始讨论审议该法案。对此，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扬表示，批准该法案并不意味着亚美尼亚直接获得欧盟成员国身份，是否加入欧盟只能通过公投来决定。而且在公投之前，亚美尼亚需要与欧盟讨论加入欧盟的路线图。在与吉安组织或者说和俄罗斯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亚美尼亚入欧的苗头早在2023年就开始了。2023年10月，帕西尼扬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亚美尼亚已准备好与欧盟更紧密的结盟。之后，在2024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支持亚美尼亚申请加入欧盟。当时议会还表示，亚美尼亚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申请加入的要求。再到如今，相关入欧法律草案的批准，可见亚美尼亚入欧一直在稳步推进。据美国国家核能安全管理局声明，已完成了 B6112核弹头的延寿计划。该计划共计投资约90亿美元，旨在确保美国的核武现代化。据悉 ，B61系列核弹服役超过半世纪，而 B6112则是该系列核弹的最新改良型，从2008年便已展开延寿计划，目前已翻新与更换核弹头所有零部件，使其可再服役至少20年。此外 ，F-15E 战机于2020年成为了首款获挂载 B6112核弹认证的战机。截至目前 ，F-35A 战机、B-2轰炸机、F-16战机与德国空军的狂风战机也相继获得了挂载该核弹的认证，而意大利空军的狂风战机与美国的 B-21轰炸机则正在寻求挂载资格。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库拉霍沃局势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